Hello，大家，今天要来看的是《未成年》第2集，我们就继续来看看两个未成年人水无赖和志川两位本该生活在没有交集的平行世界里面，却因为几次的意外之下，生活越靠越近，就一起来看看他们的青春还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加害者、被害者、そして傍観者。为什么膝盖下的时候镜头切到水无赖？实习求职，这是时间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吗？最初はほんの少し足をつけてみただけだった。所以这部剧是以水无赖的视角在回顾这段过往啦。眼神忍不住去瞄他，瞄他。哦，所以这盒香烟是他那个小混混跟班的。其实志川都知道呢，吼，但是还是替他扛下来了。两个人眼神交汇了。哎呦，这么温柔的眼神。真島ってタバコとか吸う感じだったっけ？昼川に毒されてんだよ。你们几个私立学校的资优生来这种地方念书啊？这种店好像不太像高中生念书的店吧？ってさ、昼川を擁護しがちだね。りなちゃん？お家？全然暇。かっ飛ばしてるわ。刚续杯的饮料也不喝就直接离开。哈哈，灌完，很棒，没有浪费食物。あー、ガソリン満タン。小声一点啊，路人都在看你。我发现这部剧的导演其实很多长镜头吼都是这种不知不觉间，哎呦，都是在这种不知不觉间使用的，你都不会注意到他在特别的使用长镜头还是干嘛的。ほだされて道踏み外す、そういう展開のダメな男が主人公の小説飽きるほど読んだ。小说的经验不能用在现实，知道吗？って言ってるだけ。俺水瀬のこと嫌いになりたくないからね。他不喜欢那个同学这样子说志川吧？哎呦，ただいま。ジン、おかえり。准备那么丰盛的饭菜。ずいぶん遅かったね。遊んできたの？塾だよ。なんだよかった。哎呦，友達はちゃんと選ばなきゃダメだからね。哦，又一个来劝他谨慎交友。他妈妈甚至不知道他去补习呢，吼，对他补习的事都不了解。変なトラブルに巻き込まれて人生を棒に振るくらいなら。誰とも仲良くしない方がマシ。你们越是这样讲，我越觉得你们在立 flag。他以后这个波澜不惊的人生，真的要掀起惊涛骇浪。芸術映画ばっかり作るつもりなんだろ。他妈妈说的那家伙到底是在说谁呀？是他爸爸吗？所以这些饭菜其实不符合水无赖的口味，只是他妈妈一起自己满腔热情在准备的。わざわざ効率の悪い生き方しないで。毫无效率的人生道路。1週間。这么高傲的在说人家选择的艺术这条路。楽しそう。生活費は振り込んでおいたから。ジンが元気でよかった。我觉得水无赖好像还蛮会应付他妈妈的，但是就是没有跟他有实际的感情交流的感觉。わあ、春樹な。水瀬。啊？どっか行くの？おいや。俺も行く。啊？为什么？関わるなって言ったよね。ここ学校じゃないじゃん。ついてくんな。哎呦，志川，映画の雑誌買你缠上他了。見たいやつあるけど親が嫌がるから。タイトルは？水の音っていうマイナーなやつ。
哎配信もレンタルもされてないみたいだからそもそも見る手段がないんだけどね。哎，这个不是都下载盗版的吗？なんでなと俺んちよ。え？こっち。你还带他回你家哦？好，确保爸爸不在才带他回来。他家感觉家境不差，只是这个家没有温度，曾经有过温度，但是水无赖的家好像也没有特别有温度。哇哦，哎呦，还会这样子种盆栽，也布置自己的地方，还整理的蛮整齐的。これでしょ。哦，映画監督の中でこの人が一番好きなんだよね。監督、天沢義人。宇泽艺人，他跟他爸爸不同姓呢，哈。俺の父さん。は？哎呦，想像してる。志川还是他爸爸的粉丝。そんなに好き？大好き。你看着水无赖说 “daisuki” 哟。確かに言われてみれば。わかるわ。那所以水无赖的妈妈跟爸爸现在是什么关系？感觉好像离婚了，但是又好像有在一起拍片。不会吧？这个该不会是水无赖小时候吧？看他的反应。苦しみを乗り越える人もいれば苦しみに侵食される人もいてこの映画はその全てを肯定してくれる。哦，この主人公はね苦しみの波が大事な人にまで押し寄せないように海に残って見張ってんだよ。看不出来志川这么文艺，あんまりよくわかんない。只是因为是爸爸拍的片，所以想要找我来看。こっち靴持ってカバン持って。爸爸回来了，哦，还让他这样逃走。志川，你自己不逃出来吗？哦，你想要帮忙打电话报警吧？マジで昼川に近づかない方がいいわ。哇，这种时间管不了这么多了。哇，脑袋好乱哈，在慌张的时候反而越会想到这些事。道踏み外す？苦しみの波が大事な人にまで押し寄せないように海に残って見張ってんだよ。水瀬さんを巻き込まないでください。誰とも仲良くしない方がマシ。现在将在天人交战的时刻，你还是选择不去参与进志川的生活吗？好吧，只是想想志川每次都挨他爸爸的打，是不希望他爸爸破坏他的房间吧？まだバカンスじゃないですか。俺も連れてってほしいな。留年されても困るんですけど。是。你该不会提着一袋东西本来就是想来找志川的吧？结果他正好出现。なんで学校来ないの？怪我のせいだろ。分かってんなら聞くな。不爽。やり返さないの？あんなやつと一緒になりたくねえよ。哇，都这样子了，还不自我防卫一下吗？行くところあんの？ここ。水无赖带他回家。じゃあうち来る？哎，親いないし。志川还是没想到水无赖会愿意发出这个邀约哈，很感动哦。かわいそうに見える。哎呦，你就不要再嘴硬了啦。かわいそう。你们在看这个，继续把这电影看完吗？どんな話すんの？家族と。別になんも。这边跟家人也是关系不太好。成績の話とか、父さんの愚痴とか、俺は適当に相槌打ってるだけ。母さんに満足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いい大学に入って、いい企業に就職して。他一直以来的人生轨迹就是这个样子哈，满足妈妈的要求就好。かわいそうだな。お前も。哎呦，母さんと仲いいよ。でも再婚したんだよね。ついていけばよかったのに。不能有这拖油瓶。親父が殺しに来るよ。
俺のことも母さんのことも。母さん親父が俺殴ってんのも知らないしさ。哇，志川独自承受好俺があいつ止め多とけば哦。大丈夫だから。哦，宮瀬キスしたことある？在这一刻，ない。两个人好近啊。してみる？俺のこと好きなの？それは飛躍しすぎでしょ。じゃあやってみろよ。是还没有到喜欢，但确实心动了，来试试看吧。どうせできないだろ。水无赖你还嘴硬，哎，初吻就这样蜻蜓点水哈，お前おかしいよ。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おかしくてごめん。天哪，这导演太会拍了吧！逃走。志川，你不要难过啦，水无赖只是一时还不太懂，一时慌乱而已。一个了解自己的心意，一个开始了解自己的心意。波に揺られているうちに。离开，而且还收拾得好整齐，好像人没来过一样。また起きへ。这还好啦，只是一时之间慌乱，那就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吧，给彼此一点时间。很明显，在上次水无赖帮志川贴完上部之后，志川对水无赖是越来越在意了。现在两个人经过彼此身边，志川还会直勾勾的看着他，而水无赖也忍不住回望了回去，给了一个眼神。这部剧后面会不会有志川视角啊？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应该很有趣，看看他到底中间经历过了哪一些心理变化。那这一集呢，也用了水无赖的爸爸拍的那部文艺片来描写志川的处境。主角他一直守着海岸线，不会让海浪波及到无辜的人，这就是志川现在在做的事情。爸爸会打人，会家暴，但是打自己就够了。他不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不让她担心。以及水无赖去他家的时候，爸爸意外的提早回家了，他也是让水无赖先走，自己留下来挨爸爸的打。为什么要留下来挨打而不顺便逃走？一方面怕波及水无赖，一方面想要保护自己的房间吧。虽然这边没有那么明显的拍出来，但是志川他家就只有他自己的房间是收拾的最整齐的，还有架上满满的他喜欢的电影，非常有序的排列整齐。可见那边应该平时不会受到他爸爸家暴的波及。我相信那也是志川他努力为自己守候的最后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天地，甚至是他对那个小混混跟班，他明知道那盒烟不是他的，却没有供出那个烟的真正主人，就是他真的负担好多哦。人们都以为任何学生、任何同学跟他牵扯上关系都会变得堕落，然而其实他才是真正守护那道防线、守护着大家的幸福的那个战士啊！而这个时候，有水无赖他爸爸的电影，还有水无赖这个体贴的男生靠近了自己的生活，他也情不自禁的被对方吸引，因为一个吻，哦不是2个吻，两个人好不容易拉近的关系，貌似要开始推开对方了。但是没有关系，迷茫过后就是了解彼此的契机。我们就继续来看看这2片海域会如何交汇相融，最终温暖彼此。这期就看到这边，下次见，拜拜。